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一个跨越海峡的爱情故事，这个故事真的很戳心啊！海峡两岸的婚姻总是充满了各种意想不到的挑战，文化差异、价值观冲突，再加上家人的反对，真是让人头大。但是真爱面前，又有什么障碍是跨不过去的呢？话说小雅是安徽合肥人，大学毕业后在上海一家外贸公司工作。小雅长得水灵灵的，性格也很开朗，在公司人缘特别好。26岁那年，公司派她去台湾出差，负责和台湾一家电子公司的合作项目。哎呀，去台湾出差，那边不是挺发达的吗？听说街道很干净，人也很有礼貌。小雅当时心里美滋滋的，毕竟是第一次去台湾，心里还有些小激动。谁知道这一去，竟然碰上了她的姻缘，台湾电子公司的项目负责人林佳宇。林佳宇是台北人，比小雅大3岁，身高1.8米，戴着一副黑框眼镜，看起来斯斯文文的，但做起事来雷厉风行，特别靠谱。两人因为项目合作，接触的机会很多。小雅发现林佳宇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温和，但骨子里非常有主见，做事也很有条理，这点和大陆男生很不一样。林先生，这个方案我们还需要调整一下细节。小雅在一次会议上提出建议。好的，小雅小姐，你的想法很有创意，我们可以下班后再详细讨论一下。林佳宇微笑着回应，态度诚恳又不失风度。就这样，两人从项目合作伙伴慢慢发展到了私下吃饭聊天。林佳宇带小雅逛了台北的夜市，品尝了正宗的台湾小吃，还带她去了九份、淡水等地方游玩。哇，这里的风景真的好美啊，和大陆的感觉完全不一样。小雅站在九份的山坡上，看着远处的海景，感叹道：是啊，台湾虽然小，但风景很多元。有空我带你去垦丁，那里的海更美。林佳宇站在小雅身边，忍不住多看了她几眼。小雅在台湾的1个月很快就过去了。临走前，林佳宇送她去机场。小雅，我想以后常联系，可以吗？林佳宇有些紧张地问道。当然可以啊，我们是好朋友嘛。小雅笑着回答，心里却有些小鹿乱撞。回到上海后，两人开始了跨海峡的线上联系，微信、视频通话成了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。半年后，林佳宇忍不住了，专程飞到上海向小雅表白。小雅，我喜欢你，想和你认真交往。我知道两岸有距离，但我愿意为了你努力。林佳宇站在外滩的夜色下，真诚地说道。小雅其实早就对林佳宇有好感，但他也有顾虑。佳宇，我也喜欢你，但我们相隔那么远，而且两岸文化差异这么大，你确定能接受吗？文化差异确实存在，但不是问题，只要我们互相理解、尊重，一定能克服。林佳宇坚定地说。就这样，两人开始了异地恋。林佳宇每2个月就会飞来上海见小雅，小雅也利用假期去台湾和林佳宇相聚。1年后，林佳宇决定向小雅求婚，但在此之前，他觉得有必要让双方父母见面。爸妈，我想带小雅回家见你们。林佳宇在电话里对父母说。什么？大陆女孩？林妈妈的声音明显变了调。佳宇啊，妈妈不是歧视大陆人，但文化差异太大了，而且你们才认识多久啊？他是不是看上我们家的条件了？林佳宇无奈地解释，妈，现在不是那个年代了。小雅在上海工作，收入也不低，她不是冲着钱来的，而且她人真的很好，很独立，也很有想法。另一边，小雅把恋情告诉父母时，也遭到了强烈反对。什么？要嫁到台湾去？那么远，万一受欺负了怎么办？小雅妈妈担忧地说。是啊，闺女，台湾那边虽然经济发达，但毕竟和咱们这边不一样，万一那边看不起你怎么办？小雅爸爸也皱着眉头。小雅耐心地解释，爸妈，现在两岸交流这么频繁，台湾人也没有看不起我们的意思。佳宇他人很好，对我也很尊重，而且台湾社会很发达，不是大家想象的那样，女性地位也很高，双方父母的态度都很强硬。但林佳宇和小雅决定先带着小雅回台湾见林家父母，希望能改变他们的印象。林佳宇的父母住在台北市区的一套公寓里，装修得很精致。
林妈妈是退休教师，林爸爸是企业高管。初次见面，林妈妈表面客气，但言语中处处带刺。小雅是吧？听说你在上海工作，上海现在发展的很好呢，看来条件比台湾好多了。林妈妈阴阳怪气地说，阿姨好，上海确实发展的不错，但台湾也有台湾的好，这里很有人情味，我很喜欢。小雅礼貌地回应，哦，是吗？那你是不是很想留在台湾啊？林妈妈继续试探。妈，林佳宇看不下去了，别这样问小雅。晚饭桌上，气氛有些尴尬。林妈妈一直在关心小雅的家庭背景、工作情况，还时不时提到台湾和大陆的差异。小雅，听说大陆女孩都很会持家，是不是啊？林妈妈问道。还好吧，我在上海自己住，所以也会做家务。但我觉得持不持家不是看性别，而是看个人习惯和责任心。小雅委婉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。林妈妈听后微微皱眉，显然对这个回答不太满意。饭后，林佳宇陪小雅去附近的夜市逛逛，顺便道歉，对不起，我妈就是这样，有点传统，还对大陆有些刻板印象，给你添麻烦了。没关系，我理解。其实我父母也对台湾有刻板印象，觉得台湾人看不起大陆人，怕我嫁过来会受欺负。小雅安慰道，我们用实际行动证明给他们看吧。林佳宇握住小雅的手，坚定地说。接下来几天，小雅尽力表现得体，帮忙做家务，陪林妈妈逛街，和林爸爸讨论时事。但林妈妈仍然保持着距离，经常在饭桌上提起林佳宇以前的女朋友，或者暗示两岸婚姻的各种困难。佳宇啊，你记得你表哥吗？当初娶了那个大陆姑娘，结果才结婚3年就离婚了，现在还要支付赡养费，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。林妈妈边吃饭边说。小雅听了心里不舒服，但表面上仍然保持微笑。她知道自己必须用实际行动，而不是争辩来改变未来婆婆的看法。林佳宇看出了小雅的委屈，私下里安慰她，别在意我妈说的话，她就是有点固执，给她一些时间，她会看到你的好的。我明白，长辈们都是为了子女好，我会努力的。小雅勉强笑了笑。1周后，该回上海了。临走前，林佳宇向父母表明了态度，爸妈，我真的很喜欢小雅，我们打算结婚，希望你们能支持我们。林妈妈脸色一变，太急了吧，你们才认识多久？再说了，文化差异这么大，真的合适吗？妈，感情不是靠时间长短来衡量的，我和小雅3观一致，性格也很合拍，我已经决定了。林佳宇态度坚决。林爸爸叹了口气，孩子，爸爸不反对你找对象，但确实希望你慎重考虑。两岸婚姻不仅仅是你们2个人的事，还涉及到2个家庭，甚至2种文化的融合。我们会慎重的，但也请你们给小雅一个公平的机会，不要戴着有色眼镜看她。林佳宇说。回到上海后，小雅也面临着父母的质询。怎么样？他们家人对你态度好吗？小雅妈妈关切地问。挺好的，他们家条件也不错，就是可能需要一些时间来接受我。小雅婉转地说。哼，我就知道，台湾人看不起我们大陆人。小雅爸爸立刻激动起来。爸，不是这样的，他们只是担心文化差异，就像你们担心我一样。小雅解释道。经过几个月的思考，林佳宇和小雅决定不顾家人的反对，坚持在一起。林佳宇向公司申请了调职，来到了上海分公司工作，这样可以和小雅距离更近。佳宇，你真的愿意为我来上海工作啊？小雅感动地问。当然啦，这样我就可以天天见到你，不用再跨海峡了。再说，上海也是个很棒的城市，对我的职业发展也有好处。林佳宇笑着回答。林佳宇在上海的表现让小雅父母刮目相看，他工作认真，对小雅体贴入微，而且很尊重长辈，经常陪小雅父母聊天，帮他们做家务。慢慢的，小雅父母开始接受了这个台湾女婿。小雅，林佳宇这孩子人不错，知书达理，也很有责任心。小雅爸爸终于改变了态度。不过，如果你们结婚，是不是要去台湾定居？那多远啊，我和你妈可舍不得你。爸，我和佳宇还没最终决定，但现在两岸交通这么便利，就算去台湾住，我也会经常回来看你们的。小雅安慰道。林佳宇在上海工作了1年后，决定向小雅求婚。他准备了1枚钻戒，在外滩的灯光下单膝跪地，
小雅，这1年来，我更加确定你就是我想共度一生的人，嫁给我好吗？林佳雨深情地说。小雅激动地点头答应了，但随之而来的是如何说服林家父母的问题。佳雨，你父母那边，小雅有些担忧，别担心，我已经和他们谈过了，虽然他们还有些顾虑，但看到我这么坚决，也只能接受了。林佳雨安慰道，不过他们希望我们回台湾办婚礼，按台湾的习俗来，这没问题啊，我尊重你们的传统。小雅很大度地说。于是两人开始了紧锣密鼓的婚礼筹备。小雅特意学习了台湾的婚俗，比如上头仪式、敬茶礼等，希望能给未来公婆留下好印象。佳雨，我看了好多资料，台湾结婚真的好讲究啊，还要看黄历择日子，新娘要穿龙凤褂。小雅边看手机边说，其实现在台湾年轻人结婚也简化了很多，但我妈比较传统，可能会要求做一些传统仪式，不过别担心，我会陪着你的。林佳雨摸了摸小雅的头，好不容易说服了双方父母，两人决定先在台湾举行婚礼，然后再回大陆补办一场，这样两边的亲友都能参加。婚礼前1周，小雅和父母一起飞到了台北，林佳雨亲自去机场接机，把他们安排在了一家高档酒店。爸妈，辛苦你们长途跋涉了，先休息一下，明天我带你们去逛逛台北。林佳雨体贴地说。小雅爸妈对台北的第一印象很好，觉得城市干净整洁，人们也很有礼貌。但到了林家，气氛又变得微妙起来。小雅爸爸、小雅妈妈，欢迎你们来台北。林妈妈表面上热情的招待，但语气中仍有一丝生疏。双方父母坐在一起，聊得比较拘谨。林爸爸问了一些关于大陆经济发展的问题，小雅爸爸则好奇台湾的生活方式。虽然有些尴尬，但总算平和地度过了第1次见面。婚礼当天，小雅穿着精心挑选的中式龙凤褂，看起来端庄大方。林佳雨一身西装，帅气逼人。婚礼按照台湾传统习俗进行，小雅认真地完成了每一个环节，赢得了不少亲友的赞赏。哇，小雅好会尊重我们的传统，真是个懂事的姑娘。林佳雨的一个阿姨赞叹道，是啊，看起来很有教养，不像某些大陆姑娘那么势利。另一个亲戚也点头附和。这些议论虽然小声，但还是被小雅听到了。她心里有些难过，但脸上依然保持着微笑。林佳雨看出了她的不自在，悄悄握了握她的手，给她力量。婚礼上，林妈妈表面上对小雅很和气，但总是有意无意地提到两岸差异、文化适应之类的话题，让小雅感到压力很大。好在林爸爸比较开明，多次出来打圆场。妈妈，今天是喜庆的日子，咱们就别说这些了。林佳雨有些无奈，我只是关心小雅能不能适应台湾的生活吗？林妈妈不服气地说。婚礼结束后，按照计划，小雅和林佳雨要在台湾住1个月，然后回大陆补办婚礼。这1个月里，小雅真正体验到了当台湾媳妇的滋味。林妈妈虽然表面上客气，但总是对小雅的一举一动吹毛求疵，做菜不合口味，叠被子不够整齐，说话方式不够礼貌，这些都成了林妈妈挑刺的理由。小雅啊，台湾人吃饭喜欢清淡一点，你做的菜太重口味了。林妈妈边吃边皱眉，对不起，阿姨，我下次注意。小雅忍住委屈，礼貌回应。还有，我们台湾媳妇见到长辈都会说阿母好，你要入乡随俗啊。林妈妈继续指导，小雅只能点头应是，心里却越来越不是滋味。她晚上和林佳雨抱怨，佳雨，你妈妈是不是真的很讨厌我？我已经很努力了，但她好像总是不满意。别这么想，我妈就是比较传统，有些固执，给她一点时间，她会慢慢接受你的。林佳雨安慰道，但她心里也很矛盾，既心疼妻子，又不想和母亲闹僵。1个月后，两人回到了大陆，在小雅家乡举行了第2场婚礼。这次轮到林佳雨体验文化差异了。大陆的婚礼比台湾热闹多了，敬酒环节特别多，让不太能喝酒的林佳雨有些招架不住。来，小林，这杯必须干了。小雅的舅舅举起酒杯，好的，舅舅，我干。林佳雨硬着头皮喝下高度白酒，脸立刻涨得通红。小雅心疼地看着丈夫，你别勉强，不能喝就别喝了，没事，这是尊重你们的习俗。林佳雨坚持道。
林佳宇的表现让小雅父母很满意，觉得这个女婿虽然是台湾人，但很懂事，很尊重大陆的传统。婚礼结束后，小雅和林佳宇回到了台北，开始了新婚生活。林佳宇在台北有一套不大不小的公寓，距离他父母家不远。初到台湾定居，小雅有许多不适应的地方。首先是语言问题，虽然台湾也说中文，但很多用词和发音与大陆不同，有时候会闹出笑话。佳宇，我想买些水果，请问凤梨在哪里呀？小雅在超市里问。哦，你说的是菠萝吧？我们这边叫凤梨。林佳宇笑着解释。天啊，还有这么多不同的称呼啊！土豆、番茄在这边又叫什么啊？小雅惊讶地问。土豆我们叫马铃薯，番茄叫番茄或西红柿都行。还有，我们这边的便当就是你们的盒饭。林佳宇耐心地解释着。除了语言，生活习惯也有差异。台湾人很注重垃圾分类和环保，这点小雅一开始不太适应。佳宇，为什么垃圾要分这么多类啊？好麻烦啊！小雅抱怨道。这是环保意识啦，分类回收对环境好，习惯了就好了。林佳宇鼓励她。还有一点让小雅很不适应的是，台湾社会表面上很礼貌，但人际关系比较疏离，不像大陆那样热络。邻居之间点头问好，但很少深入交往。小雅刚开始觉得台湾人冷漠，后来才明白这是尊重个人空间的表现。佳宇，我总觉得融不进台湾社会，邻居们好像对我有距离感。小雅有些沮丧，别急，慢慢来。台湾人看起来矜持，但熟了之后还是很热心的。你可以先参加一些社区活动，认识更多朋友。林佳宇建议道。最难应对的还是婆媳关系。林妈妈经常不请自来，检查小雅的家务做得如何，还总是带一堆台湾小吃，暗示小雅不会做台湾菜。小雅啊，我看你总是煮大陆菜，佳宇吃不惯吧？我教你做几道台湾菜吧。林妈妈一边说，一边已经在厨房里忙活起来。谢谢阿母，不过佳宇说他很喜欢我做的菜呀。小雅有些尴尬，她当然不会当面说不喜欢啦，台湾男人都很体贴的。林妈妈不以为然。这样的日子过了半年，小雅越来越感到压力。她努力学习台湾的风俗习惯，改变自己的口音，甚至开始看台湾偶像剧来了解当地文化。但林妈妈似乎永远不满意。一天，林妈妈又来指导小雅做家务，看到小雅把衣服晾在阳台上，皱起了眉头。小雅啊，我们台湾女人不会把内衣晾在外面的，这样不雅观。林妈妈指指阳台上的内衣。对不起，阿母，我不知道这个规矩。小雅赶紧收下内衣。哎，你们大陆姑娘就是不懂规矩。林妈妈小声嘀咕，但足以让小雅听到。这句话深深刺痛了小雅，她忍不住回嘴。阿母，我已经很努力地适应台湾生活了，但您似乎总是不满意。我们大陆人也有自己的生活方式，并不比台湾的差。林妈妈没想到一向忍让的小雅会反驳她，脸色立刻变了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只是希望你能融入我们台湾社会。你想想，佳宇放着那么多台湾女孩不娶，偏偏娶了你这个大陆姑娘，我这个做母亲的能不担心吗？阿母，我和佳宇是真心相爱的，不是所谓的大陆女孩嫁到台湾那种刻板印象。我在上海工作时收入也不低，不是冲着钱来的。小雅努力解释。哼，谁知道呢？现在的年轻人感情变得太快了。林妈妈冷冷地说。晚上，小雅把这件事告诉了林佳宇。林佳宇很生气，当即打电话质问母亲。妈，你为什么总是针对小雅？她已经很努力适应了，您就不能给她多一点包容吗？林佳宇语气强硬。我哪有针对她，我是为了你好，我怕你被骗啊。现在的大陆女孩都很会算计的。林妈妈大声说。妈，你太过分了，小雅根本不是那样的人，如果你继续这样，以后就别来我家了。林佳宇气得挂了电话。挂完电话，林佳宇看到小雅正抱膝坐在沙发上默默流泪，心疼地抱住了她。对不起，我妈她太固执了，别难过，有我在。佳宇，我真的很努力了，但好像永远不够好。小雅哽咽着说。你已经做得很好了，是我妈太苛刻，以后我们少去她那边，也少让她来我们家。林佳宇坚决地说。就这样，两人的生活暂时平静了一段时间。林妈妈因为和儿子闹僵，也很少来打扰他们。小雅渐渐适应了台湾的生活，
找到了一份外贸公司的工作，还认识了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，生活开始步入正轨。1年后，小雅怀孕了，这本应是件喜事，却再次引发了婆媳矛盾。佳宇，我妈说要来照顾小雅坐月子，林爸爸打来电话说，爸，不用了吧，小雅妈妈已经说要来了。林佳宇有些为难，那不行，在台湾，媳妇生孩子当然是婆婆来照顾，这是规矩。林爸爸罕见地强硬起来，最后双方妥协，决定2位妈妈都来帮忙。但这样一来，小雅的压力更大了，因为2位妈妈的育儿观念完全不同。林妈妈坚持台湾的坐月子方式，不能洗头，不能吹风，不能吃生冷食物，甚至连看手机都要限制时间。而小雅妈妈则认为，现代医学已经证明，产后适当活动和保持心情愉快才更有利于恢复。小雅，你怎么又在看手机？对眼睛不好。林妈妈皱眉道，妈，现在医学都说了，适当看看手机没关系的，别太紧张。小雅妈妈为女儿辩解，这是我们台湾的传统，你们大陆人不懂。林妈妈不高兴地说，什么台湾传统，大陆传统的，科学就是科学。小雅妈妈也来了脾气，2位妈妈经常因为这些小事争执，弄得小雅很是心累。林佳宇看在眼里，疼在心里，但又不好得罪任何一方，只能尽量调和。怀孕7个月时，小雅因为工作压力大，再加上家庭矛盾，身体状况变差，一天在公司突然晕倒了。林佳宇赶紧把她送到医院，医生说是贫血加上情绪紧张导致的，需要住院观察。林佳宇立刻通知了双方父母，小雅爸妈因为在大陆赶不过来，只能焦急地等待消息。林爸爸、林妈妈倒是很快赶到了医院，都怪你平时不好好照顾小雅。林妈妈责备儿子，妈，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。林佳宇顾不上反驳，一心只想照顾妻子。医生出来后，告诉他们小雅需要好好休息，避免情绪波动，否则对胎儿不利。林先生，您太太的精神状态不太好，好像有很大的压力。怀孕期间情绪不稳定会影响胎儿发育，建议您和家人多关心她，减轻她的压力。医生语重心长地说。听到医生的话，林妈妈脸色变了，她没想到自己的行为会直接影响到孙子的健康。医生走后，她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对儿子说，我去看看小雅。林佳宇有些惊讶，但点点头，让母亲进了病房。林妈妈来到小雅床边，看到她脸色苍白，肚子已经很大了，心里忽然涌起一股愧疚感。小雅，你感觉好点了吗？林妈妈少有的温和地问道。阿母，我没事，就是有点累。小雅虚弱地回答。医生说你压力太大了，是不是我给你压力了？林妈妈罕见地直接问道。小雅没想到婆婆会这么问，一时不知如何回答。她不想撒谎，但又不想伤害婆婆的感情。阿母，我知道您是为了佳宇好，为了我们家好，我只是可能还没完全适应台湾的生活方式。小雅委婉地说。林妈妈沉默了一会儿，突然说道，小雅，对不起，我可能对你要求太严格了。这句道歉让小雅吃了一惊，她没想到倔强的婆婆会向她道歉。没关系的，阿母，我理解您的心情。小雅感动地说，不是我不对。林妈妈摇摇头，我一直担心你和佳宇因为文化差异不合适，害怕你只是看重我们家的条件，但这1年多来，我看到你是真心爱佳宇的，也很努力地适应台湾生活，是我太固执了。小雅没想到会听到婆婆这样的心里话，眼泪不禁流了下来。谢谢您，阿母，我真的很爱佳宇，也很尊重您和爸爸，我会继续努力的，不用太勉强自己，文化差异本来就存在，我们互相理解，互相尊重就好。林妈妈拍拍小雅的手，你好好休息，别想太多，为了肚子里的宝宝，你必须保持好心情。就这样，一场意外的晕倒，反而让婆媳关系出现了转机。林妈妈态度大变，开始真心接纳小雅，不再拿大陆、台湾的差异说事。出院后，林妈妈主动提出要照顾小雅，但态度比以前温和多了。她开始尊重小雅的生活习惯，不再事事指责，甚至开始学做一些小雅爱吃的大陆菜。小雅，我学着做了红烧肉，你尝尝看合不合口味。林妈妈端着一盘红烧肉进来，哇，看起来好香啊！谢谢阿母。小雅惊喜地说，别客气，你是我儿媳妇，照顾你是应该的。
林妈妈笑着说。林佳宇看到这一幕，心里暖暖的。他知道母亲终于真正接受了小雅。2个月后，小雅顺利生下了一个健康的男孩。小男孩长得很像林佳宇，但眼睛大大的，像极了小雅。林妈妈抱着孙子，喜不自禁。佳宇、小雅，谢谢你们给我们家添了这么可爱的小宝贝。林妈妈高兴地说。爸妈，谢谢你们这段时间的照顾。小雅真诚地说。傻孩子，说什么谢呀？你是我们的媳妇，这孩子是我们的孙子，一家人不说两家话。林妈妈慈爱地说。听到这话，小雅心里一暖，多年的委屈一扫而空。她知道自己终于被真正接纳了。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相亲故事，我是丽姐，我们下期再见。